你有多久没吃过呷哺呷哺了？前段时间突然看到一个热搜，呷哺呷哺要降价了。这一下子让我想到10多年前的学生时代，当年呷哺呷哺就像火锅界的拼夕夕，客单价30多块钱就能美美吃一顿。虽然已经很多年没吃过，但在我心中，呷哺呷哺一直是性价比的代名词。看到降价热搜的时候，还在想，都那么便宜了，还能怎么降价？难不成降到19.9块？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。刷了一些评论才知道，原来呷哺呷哺一直都有个高端梦，从2016年起每年都在涨价，23年的官方客单价已经涨到了62.2块了，实际真的去吃的话，只高不低。甚至呷哺呷哺还搞出了一个高端品牌凑凑，人均能干到150左右，几乎是连锁火锅中的天花板存在。咱就是说，涨价的目的应该是赚钱吧？可呷哺呷哺的财报显示，他们家连续3年亏了11个亿，今年保守估计要再亏3个亿，越涨价越亏损，真是看不懂这骚操作。也难怪创始人贺广启幡然醒悟地说道：“不降价，只有饿死。” OK， 小伙伴们，今天视频咱们就来聊聊呷哺呷哺为何自毁评价光环，陷入越卖越贵、越贵越亏的进退两难之地。话说，在国内火锅行业，呷哺呷哺绝对是个老前辈，不但第一个上市，还是首个将一人一锅台式吃法引到大陆的火锅品牌。其创始人贺光启也正是台湾人。1963年，贺光启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的一个珠宝世家，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珠宝商人。在1979年，两岸政策松动后，他的父亲迅速将生意转移到大陆，在北京和广东开设了10多家珠宝店，资产一度达到5亿元。贺光启成年后，自然继承了老爸的珠宝生意，但好景不长。1996年，北京要求珠宝加工企业外迁，再加上国外大牌珠宝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，贺光启萌生了换个赛道的想法。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？贺光启首先想到的是餐饮行业。90年代末的北京街头，如果想要吃饭，不是国营饭店就是路边摊，或者偶尔所见的麦当劳、肯德基之类洋快餐。贺光启意识到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外吃饭，要想办法解决这部分人的需求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，想做一家对标麦当劳、肯德基的火锅品牌。之所以选火锅，是因为他发现北京流行的北方铜火锅大多是烧木炭的，这不符合行业发展趋势，总有一天会被淘汰。而在他的台湾老家，当时很流行一人一锅的小火锅，底下用电磁炉加热，方便快捷。他不用厨师，也无需太多服务员。对于经营者而言，人力成本低，易于标准化复制；对于消费者而言，想吃什么煮什么，一个人想吃就吃。1999年，第一家呷哺呷哺在北京西单开业，率先将一人一锅台式小火锅的模式引进内地。店名灵感来源于闽南语，虾在闽南语里是一口一口吃的意思，哺则有安全进食的含义，2个字结合起来，意思就是吃的安全健康。开业之前，贺光启信心满满，先进的设备和模式一定能吸引年轻人来尝鲜。但事与愿违，火锅店刚开业时，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，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贺光启做的是赔本生意。因为北京人的传统还是喜欢吃铜火锅，享受那种几个人围在一起的热闹感。而且贺光启从台湾带来的火锅底料也不适合北京人的口味。一时间，呷哺呷哺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。为了坚持下去，贺光启不断调整经营策略。首先是适应北方人的口味，更新了菜品和调料，牛肉、羊肉、麻酱等通通安排上。其次，降低价格，改变店面布局，甚至推出消费30元送30元和吃火锅送珠宝的促销活动。一番操作下来，才勉强不至于关门大吉。然而，真正的转机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到来的。当年非典席卷北京，人心惶惶，10店9关。但贺光启不但坚持经营，还推出低价套餐，人均30多，有肉有菜有主食，并强调一人一锅干净卫生的优势。找不到饭吃的年轻人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了。到了2003年10月，西单店门口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现象。借着火热，贺光启还找到1039北京交通广播打出广告：“今天你呷哺了吗？”此举让呷哺呷哺一时声名远播，在当日创下日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。非典结束后，呷哺呷哺迎来了快速发展期。2004年，贺光启在北京3环内一口气开出10家店。2005年，品牌开始向5环外扩张。在扩张期，就不得不提呷哺呷哺的一大优势了。贺光启吸取早期做珠宝生意的经验，在呷哺呷哺刚成立时，就在北京丰台搭建了中央厨房，规模化采购，食材统一配送，全部标准化，不需要厨师，大大降低人力和采购成本，且有利于开放加盟。
此举也让呷哺呷哺有底气把客单价降到足够低，肉类、海鲜、蔬菜搭配呷哺呷哺的汤底和调料，人均消费30-40即可，哪怕是丰盛的牛羊肉套餐50块也能搞定。对于当时北漂的年轻人来说，超高的性价比完完全全地斩获了他们的心。然后贺光启开始野心勃勃地对标肯德基和麦当劳，声称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比肯德基多一个店面，成为中国最大的速食品牌。豪言壮志也吸引了众多资本的关注。2007年，呷哺呷哺接受了英联投资的5000万美元后，正式开启狂飙。很快，呷哺在北京的门店数量就超越麦当劳、吉野家，仅次于肯德基，翻台率达到1天7次，几乎是火锅行业之最。北京之外，天津、河北等地同样走得顺风顺水，遍地开花。2010年9月，呷哺呷哺正式开进上海，并以上海为中心，逐渐向南方省份扩张。快速稳健的扩张也带来了逆天的营收。2011年，呷哺营收是9.97亿元，2013年就翻倍到18.9亿元，纯利由2011年的7600万元增至1.41亿元，复合年增长率为36.4%。按照企业发展的老套路，做大做强后就想着上市，呷哺呷哺也不例外。2014年12月17日，呷哺餐饮登陆港交所，成为火锅第一股，早了海底捞4年。彼时公司的餐厅总数达到420多家。自己喜欢的品牌上市，本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事情，但呷哺呷哺的粉丝却笑不出来，因为别的品牌都是跟消费者双向奔赴，它却反其道而行之。高性价比是呷哺呷哺的杀手锏，但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菜品价格几经上涨，锅底费用也是屡屡上调。虽然名义上公布的客单价62.2元，但好好的吃一顿不止这个数。这一切还要从呷哺呷哺在南方的大扩张说起。当年上市后，借助资本，呷哺呷哺年均开店100家，并计划到2019年完成1000家店的目标。但越往南越不对劲，南方那么大，总不能还用北方的供应链吧？而且南方城市经济更发达，房租偏贵，成本在增加。按理说，如果生意好，这些成本也无所谓。但很遗憾，生意不如预期。以川渝为代表的西南地区，台式小火锅几乎没有立足之地；以广东为代表的华南地区也不咋受欢迎。而且火锅行业标准化程度高，管理体系成熟，群众基础广泛，已经崛起了一批又一批的竞争者，成为餐饮市场最大的细分品类。这时候，小火锅的弊端就出现了，本来就客单价低，想要挣钱，必须保证持续扩张和高翻台率。但随着南方发展受阻，店铺饱和度提升以及友商的竞争压力，呷哺呷哺单店利润基本固定，房租和人工成本却不断上升。这时候想要继续挣钱，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涨价，提高客单价。单纯的涨价肯定不行，消费者又不是傻子，要讲究个巧立名目。对此，贺光启推出了品牌升级计划。2016年，旗下高端品牌凑凑火锅上市，以火锅加茶饮组合，主打聚会概念，免费续加的鸭血和豆腐，以及具有微创新的大红袍奶茶，吸引了猎奇的年轻人拍照打卡。客单价相当的贵，150左右，人称火锅中的爱马仕。但可能是那些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，大家消费还没有降级，凑凑很火，很成功，开业不久就成了网红店。这让贺光启想当然地认为，原来年轻人喜欢这么玩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呷哺呷哺本尊也转型吧，什么快餐定位，什么性价比，通通不要了。2017年6月，呷哺呷哺宣布了自己的转型计划，休闲正餐成为新定位。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门店装修升级、食材升级、小料味道升级，哪怕是餐盘都特意采购了一批更精致的，而且和凑凑一样，像模像样的在店内开辟了茶饮柜台，甚至部分门店可以在下午茶阶段点小蛋糕套餐。这次升级持续了2年左右，到2019年末，呷哺呷哺在国内近1000家餐厅中有700多家完成升级。当然，消费者最关心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之前的底料2元，小料4元，慢慢变成了底料4至6元，小料9元，一盘肉要30元至40元，一杯奶茶要20元至28元。在团购 App 上，客单价从30-40元一路飞涨到70-80元。原本特色鲜明的一人食，也因为门店仓位布局从 U 型到田字形后变得模糊起来。这显然已经不是当初以性价比极高闻名的呷哺呷哺了。于是，火锅店和食客之间产生了一种尴尬的认知错配。呷哺呷哺认为自己提供了更好的菜、更好的环境，已然转型升级，但食客们却不这么认为，对涨价怨声连连。即使如此，呷哺集团也不愿意倾听消费者的不满，因为那些年作为转型排头兵的凑凑在高端市场真的很成功。
2016年至2020年，凑凑迅速扩张，门店数量从2家跃升到140家，营收逐年暴增，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80%，占整个集团总营收比例也不断攀升，从0.4%上升至31%。而利润方面，大部分单店的利润率可达到28%至30%。或许是凑凑的成功给了呷哺集团一种错觉，即高端才是真正的出路。就像那些年房地产行业的涨价去库存。于是2019年，呷哺集团推出了高配版呷哺呷哺，因呷哺呷哺，客单价在120元至150元上下。接着又跨界到烧烤领域，推出客单价高达250元的烧烤品牌趁烧。只可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新品牌都不及预期，再加上特殊时期的影响，呷哺呷哺从2021年开始陷入亏损，彻底跌入谷底。OK， 下面进入到喜闻乐见的环节。呷哺呷哺问题出在哪儿？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消费者的预期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差异。作为一个靠性价比高起家的火锅品牌，却突然背刺消费者，选择半路涨价做高端，本就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品牌力强如海底捞，都因疫情后涨价将牛肉粒换成味伴侣等事件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弹。像呷哺呷哺这种试图一把摘掉快餐式火锅帽子的品牌，招来骂声几乎是必然的。而且涨价你就涨吧，但升级的方面让消费者感知不强，更像是莫名其妙就涨价了。提起呷哺呷哺或者凑凑，大多数消费者很难有一个强品牌印象，不像巴奴火锅与毛肚强绑定，海底捞主打服务，怂火锅提供氛围。或许在早期，火锅加奶茶的营业模式算得上一个特色，但在如今吃火锅必配奶茶的消费氛围中，这点特色也早就消散了。除了消费者层面，从整个市场来看，小火锅赛道也太卷了，品牌餐饮巨头接连下场，纷纷布局。比如巴奴推出桃娘下饭小火锅，主打人均29元小火锅；海底捞推出费派真鲜小火锅，人均消费30加。甚至一些和火锅不沾边的品牌，比如吉野家、和府捞面、老乡鸡等，也在卷小火锅。关键他们价格还更低，普遍不到呷哺呷哺的一半。此外，不得不提消费降级的大环境影响了。经常在外吃饭的小伙伴们应该感受得到，今年餐饮价格真的越来越低，几十块就能团购一顿火锅、烤肉、炒菜类的双人餐，放在前几年几乎不可能。就拿品牌哥本人举例，今年以团购的方式起码吃了10几顿双人餐火锅，过百的寥寥无几，大多在70左右。有时候都在怀疑，商家真的能赚钱吗？说了这么多，基本是外界影响。其实往深了挖，呷哺集团内部也有很大问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谢谢锅的高端火锅品牌？这个品牌已经在去年倒闭了，而它的创始人正是原本凑凑火锅的负责人张正伟。之所以说这个，是因为网传之前呷哺集团管理层意见不合，矛盾很深。创始人贺光启想走高端路线，张正伟坚定执行，但集团行政总裁赵怡持反对态度。他认为凑凑的爆火只是昙花一现，应该继续走小火锅的亲民路线，通过便宜的客单价吸引更多的客群，从而提高翻台率。结果就是张正伟和赵怡闹矛盾，先一步离职另立门户，而赵怡也在几个月后被董事会罢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上市公司，罢免高管是要发公告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公司为了股价和体面，一般会用个人原因这种说法解释高管的离任，力求好聚好散。但呷哺呷哺罢免赵怡，毫不客气地用了表现欠佳和理念差异这种说法。由此可见，内部矛盾真的很大。最后再来看看呷哺呷哺的现状如何。现在创始人已经妥协了，今年上半年集团的盈利预警中明确提到，要主动降价推出套餐，以提升客流，通过集采优势增强及稳固议价能力，进一步降低平均采购单价。比如5月份，呷哺呷哺宣称其套餐价格重回旧时光，对单人及双人套餐价格进行调整，门店套餐价大部分下降到50元价格带。套餐降价同时，呷哺呷哺还进行了加价购，在部分地区推行更低价格的套餐，甚至还学习海底捞搞学生打折活动，加入火锅外卖和调料业务。至于旗下的高端品牌也在收缩，其中客单价超高的烤肉品牌趁烧今年被全部砍掉。不过视频看到这儿，千万别以为呷哺呷哺又是亏损又是倒闭，马上就要凉了。大家想多了。据窄门餐饮数据，呷哺呷哺现有780家门店，在小火锅赛道中仍然是王者般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不断关店调整，呷哺呷哺的体量和品牌势能仍然不可小觑。更何况和友商相比，呷哺呷哺还有情怀加持。日后只要别再作妖，拿出诚意，走好平价路线，
回归巅峰也不是没可能。